3个月一次的订阅车又到期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这3个月跟我陪伴的这台尼桑 Sentra 的下台一鞠躬。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时间过得很快哦，就是不知不觉的又过了1季了。那我们1季都会换一台车子，然后跟大家分享这3个月开起来的感觉。那这一次就是换了这一台尼桑的 Sentra。那这台 Sentra，它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以为它会卖得很好，因为它有一个大哥叫做 Altima 神马，号称神马。那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它外形非常漂亮，只是它的定位比较属于高级的中大型房车，所以它的价格不是这么亲民，好像不是卖得很好，销量不是很好。然后这一台上市的时候，大家看它的外观，哇，以为会卖得很好，可是后来好像也是叫好没有很叫座。我这一次就租了这一台尼桑 Sentra， 那它的外观呢，跟以前它上一代的 Sentra 是完全不一样。这一代走的是比较年轻化、比较有设计感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头哈，它这个世代的车头都叫 V Motion， 就是有一个 V 有没有这样？其实老实讲还蛮好看的啊。这个尼桑的 logo 外面有一个亚克力，就塑胶壳把它罩住啊，这个大 logo， 整个质感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大量也用了这种镀铬材质啊，因为这一台是非常入门的等级版本，所以它都是卤素灯泡，下面雾灯也是啊。但原则上整台车的设计非常好看。然后它这个有没有这种圆弧形设计也非常动感。那我们看到它这台真的是很入门。塑胶啦，它里面是铁框，外面装一个这个塑胶壳，租赁嘛，它都会用比较入门的版本。那这边呢，这边有一个折线从头灯这边延伸到大概这里这个后照镜这边，这边再有一条折线一直延伸过来，就是它的线条呢，跟传统那些日系车比起来，它的线条稍微的有变多，所以让它整台车的动感很冲的感觉。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又设计这种斜背的感觉。这里又做了这个饰板，就是那种悬浮式的车顶的感觉。老实说，第一眼看到还蛮好看的。然后后面有没有那种 Lexus 那个 feel？ 总之外观设计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行李箱空间了。行李箱空间，支援的这个是电磁阀。老实说，如果以一般正常的使用是绝对够用。下面还有一个备胎，但是它这个实在是，这个真的很阳春所以我想，因为成本的关系吧，就一片这个很像甘蔗板还是什么皮啊，只是盖住而已，这样子隔音一定是不好，所以它下面那个铁皮传进来的声音应该是蛮大。等一下我们再好好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后座空间，前方是我的坐姿，我身高181公分。我们先看它的门板用料。全部都这种皮革包覆软质塑料，其实整体的质感还不错。那它的内装大概是这样，我们坐进来。这个椅子，因为我的脚现在受伤了所以动作比较慢一点。它这椅子已经到 B 柱后面一点了，B 柱后一点，但是我的这个居然还有一个多拳头，其实空间的表现还不错。然后头部空间稍微会磨到，我记得 Artis 好像也是。就是这个地方会稍微磨到，这一代的 Artis， 但是它虽然是入门有中央扶手，没有配铝框，还配中央扶手。宽度表现中型房车差不多是这样子。那坐3个人还 OK 啦我们最近出去有在5个人，就是全家5个人一起上车，其实还 OK。中央有一个容起面积，大概10公分左右没有很高，但是有容起。没有后方冷气出风口，这边全部是空的，2个邮差带都还在。有一些车子呢，它的邮差带呢就有可能会被取消掉。我们去看一下前方。那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支援 keyless。我现在这样按，它就锁起来，对不对？这样就开，对不对？但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侧，有没有看到这边？这也有按钮，就这个按钮，按下去完全没反应。我就不知道这是做假的，还是这台车坏掉了。对，我就不知道弄那个头干嘛，弄那个按钮干嘛。那我们再继续进来看一下，这个是软质塑料皮革包覆，质感非常好
有支援6项的手动调整，全部是手动的。来，再坐进来。来，我们先启动它。我先开个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子现在的状况。我现在按 Push Start， 但是侦测不到钥匙，但实际上我钥匙在身上。但大家刚刚有看到我按那个 Keyless， 它是侦测得到。我有去换钥匙，是也换了，但是现在没办法侦测，所以我更没办法启动它，有没有？按了都没用。所以要怎么样才能按？就是我拿着它这样子压，就要这个不就等于也是拿钥匙去开的意思吗？然后比较惨的是什么？你看，假设我副驾驶座，我家人要进来，他只要一开门，像我这边这样一开门关起来，开始又遇到了，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就是再靠一下，它才会消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一个感应卡之类的，应该是这台车的问题啦。这台车就是那时候我们有检查，然后格上是叫我送回去原厂。我想说，我租的3个月，如果这样可以度着过，没差，我干嘛帮你去修车嘞？所以后来没去修。但这台车里程多少呢？里程7万多我收到的时候7万多。然后是2021年的车子2021年的车子到现在，就是它换牌的时候是大概3年吧所以就是那种公务车 R 牌租赁淘汰下来的，3年到期淘汰下来，所以它的这个就是那些配备比较阳春，这我能理解。但是开7万多，然后才开3-4年，它的这个 Push Start 就没办法做动这我是觉得有太强。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子，这个世代不管是 Kicks 或者是Altima 好像是长这样 Sentra 大致上这个世代的Nissan的车子都是这个方向盘，然后这样子按钮的配置，然后是一个双圆式中前的资讯幕，真的很阳春这阳春到了一个极点，只有这个。我现在要买这个，不知道去哪里买。还有这种车机，阳春没办法。这边是软质塑料还不错。整体的设计我是觉得还可以啦。那这个是看起来是恒温空调的，实际上不是，它这个是一个旋钮式的，有点像那种手动的那一种，不是恒温的。然后这个配置大概是这样，没有电子手刹车，也没有 Auto Hold， 它是用脚踩的，在这个地方用踩的，这样。冷气出风口这样子，配置大概是这样子老实说还 OK， 没有很难看。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分享一下这台车的3个月使用心得我先进段广告。您是不是也想在日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呢？想度假的时候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但又不想闲置在那边缴交高额的管理费以及修缮记录金。这时候您可以考虑日本的一户建，委托给民宿公司来管理。平时闲置的时候可以赚取租金报酬，来日本度假时又可以住自己的房子，未来退休时又可以拿回来自己使用，超适合我们的。欢迎一起来日本大赚观光财，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考第1则留言。大家就是从宾士换到这个车子，老实说，我是以实用导向的人，所以我不会觉得说车子，它就是代步工具嘛，我会觉得车子就是有等级上落差很大，我会选，对我来讲会影响我的选择，因为这车子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如果能满足，其实我大概就有80%是可以接受。但是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不是我自己，不是说我对这台车的评价或怎样，而是我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大家可以自己去考量，所以这样你能不能接受？首先就是外观的部分，我觉得这车子外观算是设计的成功，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卖不好，那可能跟Nissan或裕隆这个品牌的形象给人就是比较负面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很多攻击裕隆的影片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但是就是可能裕隆或者Nissan这个牌子让人家的印象不是很好Nissan最近又一直传出要破产了，所以也许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卖不好那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去斟酌一下所以车体的外观设计可能不是车子卖得好或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以汽车品牌或者是后勤单位的这个用心程度会比较影响比较大。像Toyota车子不管设计的多丑，它就是给人家那种信心感安心感，所以它车子卖得好，基本上每一台车都卖得非常好你上就不管什么车子设计的多漂亮，配备给的多好，就是不会卖得那么好有点可惜再来就是它的空间，行李箱空间我觉得表现得还不错，这种中型房车大概这样子很不错，它深度非常深。那后座空间腿部空间还可以，宽度也还 OK， 这个大小，但是它的头部就是因为受限于它收尾的关系，所以头部有一点点会磨到
头，因为我身高181公分嘛。然后它的坐姿就是比较挺一点点，不会不舒服，但是比较挺一点点。那我们的坐感呢，就是像这个椅子，这椅子不知道是不是3D 舒压椅做的比较薄还是怎么样。像以前我们摸这个3D 舒压椅会觉得可以陷很深，就是比较软。但是这台车让我觉得说坐下去，它那个 buffer 就是那个泡棉没有很像以前那个坐起来像沙发的感觉那么舒服了。这我自己的体感大家可以自己斟酌或者在下面留言啊。前方的配置呢，这个我觉得这设计已经算是还蛮漂亮蛮不错的，就整个设计感也不会觉得说老派或者是怎么样。这边如果有一个萤幕，看起来就更完整了。大致上是这样。那整个车子的动力，因为它也不是诉求那种很会跑或动力型的车款，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搭配，还有这变速箱也不会不够用。那变速箱重踩下去，它这 CVT 的特性就这样，所以如果说忽然之间要超车呢，可能会比较老汉推车那种感觉，好像很大声啊。之前不是那个一个名人说他有那种什么像牛叫声，踩下去会牛叫声，确实，因为他瞬间转速拉高，那个感觉很像老汉推车，推不动但是硬要推的那个。但我觉得会买这个车子，他就是家庭买家，不会说去配车或者是开那种山路在那边乱钻乱窜。我觉得顺顺的开，或者是正常情况之下，它都是够用的。那操控的部分也还 OK 啦，这家庭式的房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会让你觉得说很难开，然后大车格的大小也 OK。理论上这个车子应该是要卖得很好，但我觉得可能是品牌的关系吧，有点可惜。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ACC， 它 ACC 是应该也是全速域，可是它到了停下来的时候，它就解除因为它也没有 Auto Hold， 也没有那些功能，然后它没有车道置中，没关系，它的车道偏移警示，但是它偏移警示跟 Kicks 不一样 ，Kicks 的车道偏移呢是压到线，它会哔哔哔哔哔哔。那我觉得我已经收到提醒了，可是这个不是，它是压到线会震动而且很大声每次压到线那个比你手机震动的声音还大。我有时候会吓到，我想说什么事情啊？说这个怎么会震动？然后那个很大声，所有的人坐在这台车都说：“你车子怎么了？怎么一直有那个声音没有啦，压到线压到线，怎么会有很像电动按摩棒的声音？”反正就是我觉得用 BBB 可能就好了不然你就配一个车道偏移警示，或者是车道偏移辅助辅助就是压到线，它稍微跟你修正拉回来几度这样。像之前比较早期的现代的车款，有一些也是这样配，就压到它拉回几度，你没有，你我就出去了，有用吗？你那边震动有用吗？所以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是它没有配车道置中了像 Artis 人家都配到车道置中了，你这个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很多人，多数人买这个车子的一个诱因因为你没有你现在都已经什么时代，没那些配备，是不是？那再来就是这个真的蛮阳春的我觉得可能因为它是租赁吧太阳春了。就这个有蓝牙功能，但是我连用都不想用。这萤幕那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设定，那就可能要这边转来转去这种古早味的现在也比较少见了。那车子配置，因为它是一台入门我不能讲低价低价等一下被酸。入门的这个车子，所以大家也会很在意它的油耗它这车子油耗真的还不错。我大概这样开平均我觉得应该有16、15、16平均就是高速跟平地这样开。那如果平路开比较多，可能12、13吧。高速开比较多，可能18、19都有可能。就是它的车子非常的省油。我觉得如果我买这个车子，我就不需要买油电车了，因为它真的让我觉得就是那个油耗很满意啦这是这个车子的一个特色。但是如果省了油耗，可是它用料用的不是很好，很容易就消耗，那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斟酌。比如说我刚刚不是讲这个才用多久的时间呢？3、4年，它这 keyless 就没办法感应，就你一定要把钥匙放在这边，它才有办法开。像我现在钥匙假设放这边，它是没办法关的，有没有？我现在关不掉。他说没侦测到钥匙，没办法关，我必须把钥匙放旁边，然后这样，它这样才能关要启动也是我闭上，我这就放在这边，它才有办法开关就对了。这不是才开几万公里 ，keyless 就坏掉，然后
2个门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坏掉，不知道有没有配，但是它那里有按钮，所以到底是有配还是没配，我没有去研究，但我就我这台车我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车子的前面那个底盘的料件，才开几万公里，它就已经扣给我跟原厂，我就跟那个格上讲，格上就说要开回去换干嘛？我说啊，算，我还你的时候再一起还，我忍受一下。就是我不是说东西不应该要会坏，或者是前车主租赁的时候他怎么蹂躏这台车？这车子呢，他开3、4年，开了7万9千，7万多啦。那理论上这种车子都是公务车，它不会拿去做越野或者是做一些重度，里程也不算少哦。公务车它顶多就是平路这样开，或者是高速公路这样开。那都开平路，怎么会开7万多公里？它的底盘就 kick off 掉嘞？那就代表说，其实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你用的料不是很好哦。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这台车就是这样 kick 叫。我再跟大家讲，我们家那一台丰田车系哦。Lexus 的 CT200 已经开了26万公里，26万公里的三脚架什么的都没换过，只换了一支离子串，而且还换副厂了，才花几百块。现在到现在26万多公里，它一个声音都没有，这台才开7万多公里，那个 kick off 我就纳闷，这之前就人家讲说纳智捷的用料不是很好。那个是真的，因为我问过很多车主，他们就说很多东西就是修了不贵哦，很便宜，但是就是很快就又坏掉啊。这个状况可能在 Toyota 或者是 Honda 它的车系上面比较不会出现，就是一样东西，可能这台车的耐用度比较没有像那2台车这么好啦。我听到是这样啦，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可以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总之呢，这个车子我这样总的开下来，如果以代步工具呢，我就是买给公司，它价格如果真的很优惠，比 Toyota 的 Altis 便宜很多，那我真的可能会买来当公务车，因为这不是我在开的。但是我觉得省油啦，整台车的外形还有整个车子的车架保养，这是一个。但是都21世纪了，你 ACC 或 ADAS 没有配车道至中，真的我觉得真的。Altis 最入门的都有配，那价格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差异太多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台车就只剩下外观了。那外观就看人，有些人他不是这么 care 这个外观哦，所以会卖不好的原因，可能综合下来，如果是我来选，我应该不会选择这台车哦，就你上了Sentra。那你的选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哦，一起来分享你的真心话。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格上订阅车已经三个月到期，我们去换下一台车。那我下一台车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个影片这个系列，每个礼拜3的晚上我们都会来分享我的换车的经验。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Rambel 的一个评比哦，它是